他知道说我是处男，没有打过炮。你是一个仔式的呀，你要不要加点特别的服务？这很舒服的哦。冥想啊，你那大概拢带港街查某回来，你是不是那个介意啊？是安那？不会一样。画面太荒谬了，我自己都想笑。我觉得是蛮色的奶头，看起来很好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传播帝。上个月呢，我解锁了小太空一位新的师傅，叫彻师傅。他也是我第一次去拍的时候呢，大家询问度最高，因为他在里面有露胸肌，而且我上次去的时候就直接把他邀请来今天做访问，欢迎彻师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彻。我们上个礼拜6是不是？还是礼拜几？我们才在外面遇到。对，礼拜6吧。所以我鲜少有来宾是完整的蕊过脚本的内容。对。那第一个问题要请教你，怎么会到27岁才开始正式进入同志的生活？因为我们家也算比较传统啦，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比较压抑的人，我从小就是，如果我在班上我就是一个人默默坐在那边，然后不敢跟任何人讲话。你是这种吗？对，我是这一种人。然后一直到国3吧，我就突然发现我好像是喜欢男生。怎么发现的？之前在看那个什么电视剧啊，什么《神雕侠侣》的时候，会看到对那个男主角会有点遐想。那是哪一个版本的《神雕侠侣》？好像很旧了那个古天乐之类的吗？类似。所以就那时候就发现自己是可能是喜欢男生，可是那时候就很不能认同啦，因为毕竟身边环境都是说喜欢女生是正常的对，因为我们从小看的电视或是什么都是告诉我们，男生喜欢女生才是一个常态的状况。对，所以发现的时候就会不能接受，也不知道跟谁讲。对，完全不知道跟谁讲，我也没朋友。对，他角落。对，是躲在角落这样子，一直压抑到27岁。27岁也太晚了，所以你在那之前都没有试图去认识一些喜欢男生的男生？没有，也不知道去哪里认识。对，也不知道去哪里认识。所以第一次直接就从交友软体入手，而且他身份有点特别，是个人夫。那时候第一次用交友软体，然后那时候也是都没打过炮，就是第一次约炮这样很紧张。然后结束之后就一起洗澡，后来他就突然从后面抱住我，就是我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就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所以我想跟你讲说，其实我已经结婚有小孩。你们不是才见第一次面？他就说，可是我可以为了你跟他离婚。我想听到时候我就太 heavy 了吧，我就有点吓到，因为我怎么第一次约炮，我只是约个炮而已，对，我没有想要把你抢走。我想说，我好不容易走出来了，然后突然遇到这种事情，然后你本来约完炮的心情是怎样？就我终于破处了，感觉很新鲜的，很新鲜。可是你第一次就挑战全衣领的过程哦。对。因为通常第一次都会有一些障碍啊，因为你没有确切的使用过。我记得他好像有慢慢引导我，对，然后又帮我带套。那你在第一次的时候是当1号，对，所以他就是用导师的角度指导你要怎么进入他的生命里面。对。那的确他也想让你进入他的生命，但你婉拒了。但你是不是还蛮有那种意难忘的经验呢？出社会算有换过2份工作，然后都是刚好就喜欢上同事，然后会真正出柜的原因也是因为最后的那个工作发生什么事？就其实我是一个会相处久了就会喜欢上，其实那个同事也不是我的菜啦。那怎么样会让你喜欢？他很常带我去下班去吃一些好吃的东西啊，或者去玩干嘛的，日子久了就突然喜欢上他，然后他还带我跟他女朋友一起出国。那你心里是什么感想啊？但出国那一次还没有喜欢上他。当初他第一次认识我嘛，就是在聊天的时候，他就问我说：“就是他就知道说我是处男，没有打过炮，很惊讶说：你是一个仔式的呀？”我有发现是后面有几次他就是有想要就是让我破处，所以有一次出去，然后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就突然他就说：“我们去按摩好了。”我说：“去按摩，我好像也没按摩过。”对，然后我好像也没按摩过，然后我就去按摩，按到一半就突然那个女生突然就坐上来，对，直接坐上去，对，坐上去好像是有点挑逗的感觉，然后就问我说：“你要不要加点特别的服务？很舒服。”那你有吓到吗？我今天不是来按摩的吗？然后有点紧张，然后因为它是也是隔着那种布帘而已，布帘，可是有点像那种
傻脸，会有点看得到旁边。天哪！那我有另外一个朋友是在旁边的，那看得到太尴尬了吧。那他已经在服务了，然后人家服务他，然后我就看着他，然后说，怎么办啊？要吗？他说，然后看你啊，然后我就说好，我就你就被服务了。你那个同事就是刻意带你去的。我后来想一想，发现他其实有刻意，就是有第二件事情，就是说一样我们一起出去玩，然后就是有住宿，然后那时候是我跟我喜欢的那个男生一起住，还有另外一个男生，3个人。对，然后后来因为我们有一群人，还有一些女生，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就是她说要住我们这边，4个人住一间，会不会太挤？对，所以到一半的时候就突然感觉旁边那边稀稀疏疏，不知道在干嘛。这稀稀疏疏不是音哦，音哦是后面，所以是先吃东西的声音。好像是在摸干嘛的，然后我就看到他在那边摸他，因为那时候有喜欢上他，就觉得吃醋，对，就有点心里好像很不开心。然后可是他后来就跟我说，你要不要过来看？那时候我就已经很不开心，然后就说不要这样子，有点可惜，因为如果是现在我，他已经看爆。对，现在长大就懂得珍惜。看啊，怎么不看？为什么要浪费一个机会呢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后来我就说，我不要看。然后他们就说，那你在外面等我好了。我就去外面，然后那天很冷，我就在那边发抖。然后后来我就直接跑出去。那你该不会在路边哭吧？我有点忘记了，好像有泛泪，我记有得泛泪。他好像有在那边找我。你该不会觉得他有去找你这个行为很浪漫吧？对，你太好理解了。然后那时候就隔天那个有同事说，你知道那个他很担心你在找你，然后心里听着就很爽，很开心，所以有鼓起勇气跟他告白吗？后来有类似跟他讲类似的事情这样，然后他就开始有点抗拒，因为那时候太难过，因为我好像难过大概半年的时候吧。那有去算命是不是？对，我后来有去算塔罗牌，然后后来就是听到他讲一句话，就是说，那时候不要踏进去就好了。听到那句话的时候，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解开我心里一个结，就是对啊，我现在已经这么痛苦了，也好像快走不出来了，那为什么不踏进去？是有什么好怕的？就试试看会有什么不一样的。对，结果就认识了新的对象。对，就用软体啊，就第一次约炮嘛，然后认识开始了新生活、新的世界。对。那你后来就是还有会带男朋友回家，但是有被妈妈询问过，是不是？其实那时候想法就蛮单纯的，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，就带他回家，然后。就因为妈妈看了就很奇怪，就问我，冥想啊，你哪大概拢带同一个查某回来？你无看恁弟拢大概拢带无同的，你拢带同一个？哦，没有，妈妈只是想说为什么都同一个？对，她嫌你不够花心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对，因为他说弟弟都带不一样，弟弟是带不一样的男生，带不一样的女生。男生啊，就是你朋友拢讲一个，那讲一个，你是不是迄个介意啊？是安那？哦，他直接问你有介意不？那我就不讲，我说。没啊，我用朋友聊。然后后来我就再也不带任何一个人回家。你就怕被问是不是？对，我就怕被问。你这么怕跟家里出柜，可是现在你却跟男朋友的家庭同居，然后他们家是出柜的，怎么这么极端？对，很极端。相处的好吗？就没有就我再问一次，我们重新来。相处的好吗？蛮平，就也没有说好或不好了，就平平淡淡这样。我就出门上班了，然后回家也很晚了。有跟他们好好聊天过吗？没有，都还没有。没有。那你男友有想把你 push 到餐桌上去跟他们聊天这种意愿吗？刚开始有跟我说，你就跟他们一起吃饭，我说我不要，我会尴尬。你这样就变成拍行不人家会不介意你。既然在男朋友家也是这样，你更不可能跟你家人出柜吧？目前还没有想啊。有一次就是我好像不知道 po 了什么，因为我妹知道我是啊，然后她就说，你 po 这个你。那个弟弟看到不会怎样，我说我弟有加我 IG 哦，然后我马上看，真的有没有马上封锁他？但为什么妹妹会知道？就有一次他就突然问我说，你是不是喜欢男生？我就说对啊。可是为什么对妹妹你可以这么自然的？因为我觉得他是会接受的。哦，他没有批判性的感觉。对。但是可能妈妈话里面就会有一点那种味道。那弟弟呢？因为我弟是大嘴巴，所以我会让他知道。
主要是因为弟弟大嘴巴，对，不是个性的问题。对，好，我们来聊完了家庭的部分，我们来聊聊就是工作。你本来从事的不是按摩业，怎么会接触到泰式按摩？我当时是就想换工作啦，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男友住台北，我住高雄。然后他就说，那你就干脆来台北找工作，我就应付他说，哦好，还是一直在看一下高雄的工作，本来只是随便讲讲而已。对对对，然后有一次就是我男友突然就 po 那个我们老板 Nick 的真人的贴文给我看，说要不要试看看这样子，然后我想说，哦好啊，那我去应征看看，就上了。对，就想说，哦好，那来试看看好了。上次访问完你们店之后，因为你在里面有露胸肌嘛，所以是不是业绩因此有变好？你一天曾经最多按到几个客人？最多有曾经按到5个，那一次5个是连续都2个小时，要求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1个半跟60分钟。对，因为上次访问书的时候，他就说他帮我按摩时，他觉得我很安详，这样很像实体都躺在那里。那你按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我想说他怎么面无表情，然后他到底是舒服还是不舒服？到底我不管你大力小力，我都没有反应。对，我想说我大力按小力按你都是一样的表情。我想说那这样这个力道到底 O 不 OK？ 但其实你按得很好啊。是哦。但你力道是比书再大一点的那种。但是有遇过那种客人叫太大声的，你会害羞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就叫太大声没有问题，只是叫得很奇怪。他叫了很像叫床的声音，我那时候整个吓到，我想说怎么了？对，而且旁边还有人呢，然后我就马上按很轻，然后轻到让他叫不出来，因为旁边人会误会你们有什么加码的服务。对啊，因为那真的是太像叫床的声音。他要叫出来的时候，我赶快再收回力道这样子。他要叫出来在那边看表情，快点，那个点要买好。对，收起来。按摩是件很有趣的事情，一直要观察客人的反应。对，所以你是希望客人给的反应回馈多一点的那种吗？我是希望他是舒服的。对，所以不舒服要讲。对，要是不舒服。太舒服也可以表情比较轻微的舒服了，表情舒服就好了，不需要声音太舒服。那难得你看身材这么好的人来到节目，是不是一定要好好秀一下身材？是可以的吗？可以。好的，我们通常呢有一个叫做男神学院的考试，那我们平常是考数学题。那今天你来，我们要有不一样的花样，我们要做美术题。对，第一题是，请用描图纸及素描铅笔记录彻师傅让观众为之疯狂的胸肌轮廓。描图纸，我等会会把它固定在你的胸膛，然后画出你的胸肌的轮廓在这个纸上面。好，我写我本名呢，算了，没关系。他写冥想，是不是？对，没关系。冥想，请先把那个考卷放在桌上，我来帮你做描图的动作。好，有没有觉得我这样很压给的一个节目主持人？我是不是要透着我的身体这样描？对，有没有开始觉得一切莫名其妙了？所以你看，我还要贴住麦克风。这样看起来胸部好大哦。这是个变态单元。然后这里是勾点点 ，sorry， 我要画你的点点。好，我描外圈就好，不然会太那个。然后再抬头下，这里是锁骨。好，那我在手工补上这个，应该这里有勾，然后还有点点。这就是冥想的胸型，好烂的作业哦！可是我好喜欢，我知道你要在上面签名落款，我要签名啊！对，有没有想到这个的？那欢迎大家来索取好不好？加入我们的付费会员才可以索取，这个叫做原味胸素描。然后那你麻烦你帮我们拿起那个考试题目。好，帮我念一下第2道题目。侧师傅在进行泰式古法按摩时，有个脚踩后背的按摩姿势，请用水彩逐拓方式记录侧师傅曾经踩在客人背上的足印。是吧？你们是有个动作是从背后类似双脚，然后一直踩上去，把它撑开的。侧的啦，侧边的啦。哦，我看不见。对，但是脚在客人身上的。对，侧边的。对，那可以先让我们看一下你的脚底吗？就是穿袜子的版本。又穿袜。好耶！而且你今天是带新袜子来穿，是不是？算新的。
对，我刚刚有看到他在换的过程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，你是这个姿势保持的最好的人。哦，是哦。对，那我们再一个无袜的版本，因为我们等会要上水彩课了。两个，要不要给大家看主观画面？这样吗？你有特地做脚的保养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好，原汁原味的。对，还检查。然后现在我要来画画了，所以我要来调水彩。我好忙碌哦，我。这个好了。啊，浅荧光绿。感觉会很痒。你忍住哦。好，不会痒。这个画面太荒谬了，我自己都想笑。效果好吗？很好。经纪人认真的点头，他就观众会喜欢这个吗？不知道。会痒吗？不会。舒服吗？还可以啦。还是以后你们店要多这个环节，就是帮客人。我可以建议一下。那师傅好像蛮轻松的，我只要画画就好。啊，人体彩绘。对，然后准备一张大的那个画布，让它滚一圈。对。现在是客人比较累。你脚多大？穿几号鞋？我也忘记了，我脚很小。我每次挑鞋的时候还再重新记一次。好吧。大概8号半吗？对，差不多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准备图画纸的部分，要拖上去。那我们让你用踩的好不好？用踩的哦。等一下哦。好，请踩。好，可以了，你坐下来，小心脚不要晃地板。我来。我等会拿布给你擦。好。完成。好变态哦。你等会我去拿毛巾，等我踩着，然后我们再去洗。好，我们先踩这边吗？对，先踩这个，这个是专门拿来踩的。好。你的脚这样看起来破起来很小对啊，比我想象的小我脚很小，因为看起来比较大，但是画上去有点小。对，我是小脚。好，那你愿意在上面就是也是签名吗？用水彩，你可以写册，好可爱哦。我们今天的美术课，那你最喜欢自己身材的哪一部分啊？胸吧。为什么？你胸是真的很厚然后我们没有上次我忘记是哪一集，然后我的那个朋友看了节目播出之后，然后就说你的来宾有就是很色的奶头，很色的奶头。他说因为他说这个奶头就看起来有一种很情欲感，对你也是属于这种很色的奶头的类型，对吧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是蛮色的奶头。是因为比较粉的。可能吧，你知道上礼拜六看起来很好吃。你的功下小。他刚刚说看起来很好吃，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今天很开心，让我们有了这么多美术的实验，好不好？传播地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车师傅隐去自己的性向，在和异男相处的过程中，模糊了友情跟爱情的差别而受伤，直到透过交友软体迈入同志生活圈，才在情感上获得支持与欲望的填满。我想他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小心翼翼害怕家人知晓的性少数。曾经的我们都在自己的衣柜里孤单着，但其实我们并不是真的那样稀有，我们是足够庞大的群体。你无需储存勇气，只要轻轻推开衣柜的门走来，你便不是孤单的存在。对，他就帮我打手枪这样。对，没有骑上去。没有我还问他说我可以进去吗？他说不行。对，就因为也没尝试过，想说尝试一下。对。但其实一开始服务的时候，我有点射不出来，因为他是。